我第二天的权重要怎么？我第二天的权重呢，就是根据我上面讲的一的公式来计算嘛。那因为我这边是离散化10个等分，所以说呢，我21它的权重呢就是0乘上一加上0.1乘上一加0.2乘上一加0.3乘上一，然后加到一乘上一，这边的值把它加起来就是分子的这个值，然后除以这边所有的实现值，除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值就等于0.1。那2317的这个它的当期的权重怎么决定呢？就是1乘上一0.9乘上一0.8乘上一，然后加到0乘上一，这个加权值把它算出来之后呢，除以这边这11个的一把它加起来的值，然后算出来是0。它维持是0.5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天的话，这两只股票它都没有波动，所以说它资金比例跟前一天是一样的。那我第三天的权重要怎么算呢？第三天21.2，它的权重是这样算出来的，是0乘上0.9937，加上0.1乘上0.99406，加上0.2乘上0.994321，这样加到1乘上0.9976，除以这边红色的部分的这边的值相加，然后就可以得到投资应该要投资在21.2这上面的权重。那2317的这个权重呢，就是等于1乘上0.99371加上0.9乘上0.99406，然后加到0乘上0.99676，这样加起来之后呢，就是分子，然后再除以这边红色的部分相加，然后除完之后就可以得到0.99694，这就是第三天要投资在2317这支股票上面的权重。那以此类推，你就可以得到每天应该要投资在股票上面的权重是多少。那这边 UP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这边的一组 CIP 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专家，01是一个专家，0.1、0.9它是一个专家。那所以说这边这个表来讲，有11个专家。那如果专家他预测的主，也就是说他报酬率比较高的话，那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那这个专家的当时的结果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他比较高的，我们在做加权平均的时候要给他比较高的分数。但如果专家预测比较差，也就是说他报酬率比较差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加权的时候就是要给他一个比较低的分数。那 UP 就是利用这个概念，它就是说 UP 的概念就是说，假如说专家这一组 CRB 参数它的绩效比较好的时候，那对应到它的权重乘完之后，它的加权值比较大。那如果它绩效不好的话，乘以加权值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变小。所以说它每期这样子调整之后呢，最后呢 UP 的值就会去接近 BCRP 的结果。它的精神是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说，它可以用多样的方法来近似它的结果。那 V 的话呢，它其实是权重呢，它其实是符合从第一课的分布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第一课的权利选。它的意思是说，它是那个 polynomial distribution 的这个分布的分布。那假如说我现在有两只股票嘛，我有两只股票，因为我一只股票的权重决定的时候，另外一只股票的权重就已经知道了。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 case，我只要知道21.2的权重，我就知道2317的权重。反之，如果我知道2317的权重，我就已经知道21的权重，因为它总和1而已。所以说我有 N 只股票的权重的时候，那它自由度就是 N 减。那比如说我下面的左下方这个图就是说，
我现在有4只股票，那我只要3只股票的权重已经知道了，那我第4只股票的权重就一定可以知道。那这3只股票它可以在几何平面上面呢，形成一个长度为1、然后高度为1的一个直角三角形。它的可行范围是长度为1、底为1、高为1的直角三角形。那每一个 CRP 就是代表在这一个面积里面的一个点。那假如说投资人或者是投资人对某一个点的信心很高的时候，那它的 distribution，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发生的比例就这样讲解释不太好。那在这个三角形上面的一个值，就是一组 CRP 的一个 CRP 的点。那这个三角形上面的这个点发生的几率呢，可以把它想成投资人对这一组权重它的信心值。那假如说他对每组参数的信心值都相同的时候，那它发生的几率，意思就是说它发生几率相同的时候，那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前述 UP 的结果。那么 UP 在加权的时候，只有参考到它的历史绩效，没有参考到它的这一个权重的几率分布，因为我们是把它相加值，像这边是相加之后，然后直接算在平均值。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在算几率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它上面，我们都是把每一组权重值都当成是，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投资人对每一组权重它的信心值是相同的。那另外一篇论文，它是有考虑到说，假如说投资人对每一组参数它的权重信心不同的时候，比如说假设它是属于第一克雷分0.5、0.5这样情况的时候，那其实它的收敛的速度会更好。但是那个 case 太过复杂，所以这里就不讨论。一般都是讨论说每一组权重它的投资人对它信心值都相同，就是说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 case， 也就是前面讲 EP case 的状况。其实也可以从贝氏定理来推导出 UP 的公式。那由贝氏定理来推 UP 公式的时候，它就可以假设说，因为我们权重值它一定是落在我们前面这边，然后这个区域我叫做是贝塔，它一定是落在这个始终的点。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说 BCRP 到底是落在哪里，所以说我假设 BCRP 它是这个区域中的这一点，那它是这个区域中那一点的几率是相同，也就是 PV star 等于 T 的 B， 它就会等于下面这个分母的值是那一个 simplest 的面积分之，下面这个值是它积分出来的值是它的面积分之，也就这个就是BCRP 是其中这一点的几率。那如果我已经给定BCRP B star 就等于 T 的 B 的时候，那 CRP T 的 B 它占全部 CRP B 的报酬率的比例，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几率。它写成式子就是这样，给定 B star 等于 T 的 B， 然后得到报酬率 ST 的几率呢，就等于下面的这个呢，就是所有在 simplest B 权重它几率的总和，然后分之考虑 T 的 B 这个参数的时候得到的那个报酬值，那这两个的比例呢就等于左边这个式子它的几率。
那从贝氏定理可以得到，我给定你这个财产的状况下，那你 B star 等于 T 的 B 的几率就可以写成我贝氏定理就可以得到这个系，就可以得到这个值，得到这个公式而不是这个值。然后我把这边刚刚的这边刚刚前面推断的值把它带进来，然后这样推，就可以算出说，给定 ST 给定你给定你这个财产值的时候，你的 V star 等于 T 的 V，它的几率是多少，就可以算出来，就是这边下面这个式子。然后这个式子呢，取期望值，取期望值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说 V 那个 T 的 V 它到底是多少，所以说我就必须要去算出来说，我必须要去算出它的这期望值，我才能说，那我最佳的 V star 在哪里？那我求出期望值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说，给定这个财产下那个 VCRP 呢，它的期望值呢，就是我等于我这个 UP 的公式。所以说 UP 的公式呢，就是有在 BCR 就是 BCRP 用贝氏定理所推出来的，得到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其实 UP 做到99也就被提出来，那它其实到现在来讲，它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那2013年的这一篇 Adaptive Universal Portfolio 大概是它少数的改进版本，少数还在沿用它架构的改进版本，因为现在比较新的方法都已经转成用 online 和训练的方法去处理 online portfolio 管理。那 Adaptive Universal Portfolio 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善 UP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跟 BCRP 收进去。那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直觉，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把 BCRP 一组 CRP 弄几个专家嘛，那我们前面说表现比较好的专家要给他高一点的权重，那表现比较低的专家，表现比较差的专家给他低一点的权重。那他这边的概念就是说呢，我用一个 Alpha K 来加速这个过程。假如说过去几天它的某一组参数 CRP，某一组参数 B，它的表现比较好，那我就立即给它高点的回馈，也就是说它的那个 Alpha K 的值就会大一点。那过去几天如果表现比较差的话，它的呃表现比较差，那我马上就给它低。它就是除了用报酬率来看的话，它直接直接拿更近的资料来做更剧烈的那种加权回归的方法。那它也三个方法，就是说，呃，因为 Alpha K 的那个公式这个值可以自己定，那它就有提出说，可以用那个比较温和的方法 identity，或者是用比较激进的方法 exploration，或者直接用 rake 来看看说我要到底加权值要多少。那它实验结果是说，这三个方法它都能够有效的提升 UP 的效果。那 UP 大概做到这边，做不下去，你要考虑要做那个 online portfolio 调整的话，可能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就是要用从 online 的训练的方法前进，因为 UP 的话，它只有限定在说，你的目标值就是 maximize 的期末资产，而且限定你的对手就是 BCIP。那假如说，那因为 BCIP 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因为你在股票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如果维持固定资金的话，那其实获利空间会比那种上涨时买进、下跌时卖出的那种策略还来得长。但 UP 来讲，它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标的物策略，所以现在比较新的方法是用
online machine learning，它就是可以可以，它不止你的那个标的物可以改变，而且你可以改变你的 objective function，你可以除了考虑 maximize average return 之外，你还可以考虑 minimize risk，可以考虑那种考虑风险的状况。那今天到这边有没有问题？UP 那个范例就可以直接写出演算法，用 Excel 就可以做出的结果，除非要抽样。那抽样的话，我后来在那个 Python 里面看到的话，它直接可以抽出那个滴滴课的点数，所以就不需要再用那什么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分母来抽样，直接可以用 Python 直接抽出来。还有在有讲到有些出合合是什么？说结果会近似，结果会近似是指说它的那个期末的资金会很近似，甚至有可能会超越那个 BCR。也就是说，它那个 UP 会追着 BCR。那这个它为什么会追它跑？其实也可以从那个 convex optimization 的方法来解释。那个解释的话，用讲的比较难懂的，那个我之后我会把它，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成图来解释。因为大概稍微解释好了。假如说你现在投资期限是1年好了，那1年之后，假如说这一年的报酬率都知道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 BCRP 的值。那我们的报酬率的那个方程式，它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所以意思就是说，这1年后的 BCRP 呢，就是这个 convex function 的最佳解。那我每天在决策的时候，我可以，因为我是一年份的决策，那这一年份我讲真的是200期哈，那我的 convex function，我 BCRP 针对于我的 objective 的这个 convex function 来讲，它是最佳解。那这个 convex function 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200个每天的convex function 的总和，也就是说呢，我这 BCRP 的是这200个 convex function 总和的最佳解。那 UP 的话呢，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从第一天开始要做去追踪这个 BCRP 你把它想成第一天开始的值，假如说是正一点好了，那你每一天的决策就可以等价于从这个正一点走到那个 BCRP 那个点，它路径那个路径的过程，那个路径慢慢就会这样走，最后就会走到 BCRP 那个，因为它是 convex function，所以说它这样走很多次之后，它就会走到那个 BCRP 的那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样子的过程。那 BCRP 如果会赚钱的话，那 UP 会赚钱。
TCRP 如果不会赚钱的话，EP，所以说这个问题已经把它简化到说，我们投资的时候其实只要考虑到选股票，股票选得好的话，那赚钱。UP 的计算方法就是拿前面那个式子一直下去跑就可以了，那个用 Excel 就可以算。那你要再复杂一点，多智一点的话，就是用抽的，你随便抽出一组权重，然后算出这组权重的绩效值，然后算它的变成你的权重的那个值不是以上到得来的，是从抽样得来的，就只有差在这里，其他都一样。我都没有听到说 EP 概念没有 EP 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概念就是好的权重把它加权，不好的权重要给它减少它的权利，减少它的权重。在忙睡觉，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要在录声音小声。对了，它的变化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它就是有点类似像图形的感觉，但是它可以保证说，像我勋现在 online machine learning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它不是要去 minimize cost，而是它要去 minimize 跟最佳的策略或者是最佳专家间的误差。那如果改成这种形式的话，它就是保证可以说表现只看历史资料的表现会跟偷看到未来表现的专家，长期来讲它会表现一样。那 EP 的方法计算，它比较早提出1991，那后来新的那种 online 训练方法也可以做到相同的保证，而且收敛速度会比 EP 快更快。因为 EP 它只是很单纯的在处理投资组合问题，那我训练的问题，它是处理更一般化的问题，它可以处理到我刚刚讲的架构。你有一个就可以像是专家的问题，你有一个你有一堆专家嘛，不知道哪一个专家他的长期来讲他的预测最好，那我就是
可以对每个专家他都给他一个权责，然后我所做出的决策就是这些专家他的加权。那我每次做出的决策就是根据这个加权来做决策。那长期来讲，我做出的决策会跟最好的专家所做出的决策是差不多一样的。Online machine learning 它可以去追踪到长呃长期来讲最好的专家的迹象，它的迹象可以保证。我 Online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还算蛮新的，现在都还是只有少数的人在做。像台湾我看到有一个大概不超过5个教授在做 Online machine learning，中国那边好像有。如果你打那个 Online machine learning 去找，几乎找不到中文，几乎都是那种美国固定几间学校在做，大概都是在卡内基美的麻省理工学院跟那个斯克大学的资讯工程学系也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而且它结合了那个 Gans， 因为投资客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投资顾客所做的决策就跟要做很多次，也就是说重复玩一个游戏的这种模式。那重复的叫做 repeat， 那这种模型的话就可以跟Gans 的赛局结合在一起，因为Gans 就是在讨论说，你玩一个游戏很多次的时候，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对所有的投资人都是有就是说你的决策偏什么样的情况下，对这决策对你那个做决策的现在已经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趋势，而且有这一方面的投资已经出来了。我看有一篇论文，他说，假如说你比较的对象是跟那种已经可以看到未来的那种专家来比的话，那叫做 external regret。那假如说你比较的对象一样是跟只能看到历史资料的呃专家来比较的话，那这叫 internal regret。那有一个演算法可以把 external regret 的问题转成 internal regret，意思就是说我除了可以跟你之前有最佳的专家，我也一样可以跟昂赖的自主的方法来比较。这样走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问题做更精准的最佳化。那这个部分还很复杂，我也很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但是就是想，有没有 EP 的话呢，就把我那个投影片上面的例子玩一玩，然后就可以自己做出一个，然后顺便想一下那个有手续费的时候要怎么做。有手续费的时候，你就要先看看有手续费的 VCR 这个，它会追踪它有含手续费的 UP，它的报酬率最后会跟你的报酬率的 VCR 一样好，是它收编出那个 VCRP 的那个有手续费的 VCRP，它报酬率